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永驻频道的陈俊明。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比您早上该吃什么保健品还要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您银行账户里的钱能不能顺顺利利拿出来用。眼看着2026年元旦就要到了，金管会为了打击越来越猖獗的诈骗，给全台银行下了一道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限令。这道命令从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之后，您去银行领钱的整个流程会变得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如果您想去柜台领取超过某个特定金额的现金，光带着身份证和印章可能就要吃闭门羹了。银行行员会要求您出示具体的证明文件来解释这笔钱到底要用来做什么。要是您说不清楚或者拿不出文件，他们真的有权利拒绝办理您的提款申请。甚至如果您在沟通过程中情绪比较激动，行员还可能请警察到场协助处理。更严重的是，您的账户如果被系统标记为有涉嫌诈骗或洗钱的嫌疑，里面的存款是可能被暂时冻结的。这绝对不是我在吓唬大家，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俊明就要像教自己家人一样，一步步告诉您，元旦之后去银行到底要准备什么，要怎么说，才能稳稳当当的把自己辛苦存的钱领出来，避免白跑一趟还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在开始之前，真的恳请大家动动手指，订阅一下我们健康永驻频道，并且在评论区打上顺利领钱4个字，让我们一起在政策变化的大风大浪里，牢牢守住自己的财富小船。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为什么银行突然变得这么不近人情了呢？我相信很多长辈心里都在冒火，会觉得这钱明明是我自己一分一毫赚来存进去的，怎么现在想拿出来用，反而像被当成犯人审问一样。这里面的逻辑啊，其实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的银行讲究的是客户服务，笑脸迎人，尽量满足客户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现在在防诈骗这面大旗下面，银行的角色悄悄转变成为了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实在是因为诈骗集团太嚣张了，那些负责取钱的车手动作太快了，导致金管会不得不祭出了所谓的诈欺连坐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有一个诈骗车手大摇大摆地从某家银行的某个柜台把骗来的钱提领走了，而当时值班的行员如果没有按照程序进行关怀提问，没有尽到查证的责任，那么这家银行不仅要赔钱给受害者，自己还要面对金管会开出的巨额罚单。在这种高压政策下面，银行行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对他们来说，宁可错拦100个普通客户，也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可疑的车手。他们宁愿被您当场骂几句，也不愿意因为一时疏忽而丢掉自己的工作，甚至让银行蒙受损失。所以下次当您觉得行员问得特别仔细、特别烦的时候，请您一定要理解，这已经不是针对您个人了，这是2026年之后所有人都会面对的新常态，是一种针对所有人的风险管控。那么这个让行员开始紧张的具体金额门槛到底是多少呢？很多有经验的朋友可能会脱口而出，我知道，是50万吗？超过50万要通报。俊明在这里要郑重地告诉您，这个已经是老黄历了。没错，法律明文规定的洗钱防治大额通报门槛确实还是新台币50万元，但是在银行内部实际执行的风控标准上，这个启动审查的门槛早就大幅降低了。进入2026年，一条新的隐形红线已经画出来了。如果您是通过 ATM 提款，只要超过3万元，后台的智能监控系统就会开始留意这笔交易。如果您是去柜台办理，只要提领金额超过10万元，请注意，只要10万元，只要办理的行员觉得您的神情有些不自然，或者这个账户平时很少动，突然要领一大笔钱，行员就必须立刻启动标准的关怀提问程序。他们会非常客气但坚持地问您，请问领这笔钱是要做什么用呢？是要给谁？为什么需要现金而不选择转账呢？如果您的回答吞吞吐吐，或者给出的理由不符合常理，他们很可能就会暂停办理。而如果您要领取的金额超过了50万元，那对不起，这就进入了绝对的红色警戒区。没有能够清楚说明用途的佐证资料，基本上是1分钱都领不走的。接下来，俊明要特别为大家拆解3种最容易踩进去的地雷行为，这都是很多长辈过去习以为常，但在2026年新规定下会被视为高风险，可能直接导致您领不到钱的做法。第一重地雷，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无法说出具体合理的资金用途，或者拿不出证明。以前行员问您领这20万要做什么呀？
您可能随口回一句家里要装修，或者孩子要留学，行员点点头，可能就办好了。但是从2026年开始，这招彻底行不通了。现在的规则是口说无凭，必须要有证据。您说家里要装修，完全可以，但是请出示您和装修公司签的合同，或者对方开的报价单和定金收据。您说孩子要结婚办喜事，恭喜您，但也请拿出喜帖或者饭店的宴席预订确认单。如果您什么文件都拿不出来，全靠嘴说，行员基于保护您财产的责任，会高度怀疑您是不是正在遭遇假冒亲友或者假冒检警的诈骗。他们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损失，不仅会拒绝提款，甚至真的会请警察到现场来协助了解情况。您想想看，本来只是想去银行领钱买台新电视，结果却把警察给招来了，这场面该有多尴尬。所以具体合规的证明文件已经成为您顺利领钱的第一把关键钥匙。第二种地雷叫做蚂蚁搬家式的频繁提款。有些比较机灵的朋友可能会想，既然去柜台领一大笔钱这么麻烦，那我就不去柜台了，我每天去 ATM， 今天领个3万，明天领个5万，连续领个10天半个月，不也一样能凑出几十万吗？居民在这里必须非常严肃地提醒您，千万不要动这个脑筋，这恰恰是目前银行后台 AI 风控系统最容易捕捉到的异常交易模式。现在的银行系统都有大数据模型在24小时不停扫描，如果一个平时只有小额消费的退休账户，突然开始连续多天以接近上限的金额提款，这在系统看来简直就是标准的车手洗钱或者账户被盗用的特征信号。一旦被系统锁定，您的提款卡很可能在下次插入 ATM 时直接被机器吞掉，同时您的整个账户会被列为警示账户，暂时冻结。一旦变成警示户，那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您需要带着各式各样的证明材料，跑银行、跑派出所，反复说明每笔钱的来源和用途，整个解冻流程跑下来，短则2-3周，长则好几个月。这段时间里，您的钱就是看得见，却用不了。为了躲避柜台几句简单的提问，结果换来长达数月的冻结和无数次的奔波解释，这绝对是因小失大，太不划算了。第三种地雷，这个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想到，就是您身份证上的照片太老旧了。为了配合2026年的金融安全升级，银行对于人证合一的核查标准变得极其严格，很多长辈的身份证可能还是10几20年前换发的，那时候拍的照片头发乌黑，脸上也没什么皱纹。现在您本人站在柜台前，虽然确实是同一个人，但外貌变化实在太大了。以前行员可能大概看一眼觉得有点像就通过了，但现在如果行员认为照片和本人差异过大，或者柜台辅助的人脸识别系统比对不通过，他们完全有权利要求您必须先到户政事务所去换发一张新的身份证，并且更新留在银行的照片资料之后，才能再来办理提款业务。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在实际的案例里，已经有很多人因为身份证照片太旧而被拒绝办理业务了。所以，如果您近期有比较大额的用钱计划，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您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如果照片还是很久以前拍的，建议您啥也别说，赶紧先去户政事务所换一张最新版的，别等到急着用钱的时候才被这个问题卡住，那才是真的叫天天不应。说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雷，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2026年之后既符合规定，又顺顺当当的从银行领出自己的钱呢？居民在这里教大家一套保命操作流程，您只要照着做，行员不仅会快速为您办理，还会觉得您是通情达理、配合政策的好客户。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您要领取的金额比较大，尤其是超过50万元，请务必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给要去的那家分行进行预约。您可以在电话里直接告诉行员，我是陈某某，我明天上午想去贵分行领取100万元现金，用途是我要看中了一辆二手车，准备支付车款，或者家里有亲人要结婚，需要包红包和支付礼金。提前预约有2个天大的好处，第一，银行需要时间为您调配足够的大额现钞，不是每家分行随时都有几百万现金等着您来取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代表您心里坦荡，不怕审查，主动报备用途的行为，会让银行觉得您是经过理性思考，有真实需求的正常客户，而不是被诈骗电话遥控、情绪慌乱的潜在受害者，这能极大降低您在银行系统里的风险评级。
其次就是一定要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准备齐全。我们前面反复强调，口说无凭。如果您真的是要去买车，就把买卖合约书或者车行开的收据带上；如果是用来缴税，就把税单带上。哪怕您只是觉得现金放在身边比较安心，虽然我个人并不建议在家存放大量现金，你也需要准备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并且在面对行人询问时，眼神要诚恳，语气要平和稳定。您可以这样说：我明白现在诈骗很多，你们问仔细点是应该的，谢谢你们的提醒，但这笔钱我确实有自己的安排，这是我的身份证，麻烦您帮我办理吧。如果行员还是表现出不放心，您可以主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吧，如果您需要确认，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儿子或女儿问一下，我把他的电话给您。这种主动提供额外查证渠道的态度，往往是打消行员最后一点疑虑的最佳方式。最后，俊明还是要多劝大家一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用汇款或者转账来代替提取大量现金。现在整个政策的导向就是在推动无现金社会。如果您是支付购房款、购车款、大型装修款，直接用银行转账或者开立支票，是最安全、最便捷，也最不容易被阻拦的方式。银行对于转账交易虽然也有监控，但比起提取巨额现金而言，管控要宽松得多，因为每一笔转账的资金流向都是清晰透明、有记录可查的。除非您是过年要发红包，或者是在一些仍然只收现金的传统市场进行交易，否则能刷卡就刷卡，能转账就转账。您想想，坚持要领几十万现金塞在包里带走，不仅银行看着担心，您自己走在路上是不是也心惊胆战？万一不小心丢了，或者被不法分子盯上了，那可能是半辈子的心血啊。我们来总结一下，从2026年元旦开始，咱们去银行领钱的游戏规则真的变了。以前是现金为王，现在在防诈骗的大环境下，变成了现金领用，安全为上。大家只要记住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金额超过10万元，您就要准备好被询问合理的用途；金额超过50万元，您就必须准备好能证明用途的文件材料。到了银行柜台，千万要冷静，不要因为觉得被冒犯就和行员吵架，更不要拍桌子大喊：“这是我的钱，凭什么不给我？”行员也只是在执行上头的政策，端人家的饭碗，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和压力。您的情绪越是激动，态度越是不耐烦，在受过专业培训的行员眼里，您就越像是一个正在被电话那头诈骗分子恐吓、操控的受害人。他们出于保护您的职责，就更加不敢轻易把钱交给您了。所以，保持心平气和，资料准备周全，用途解释清楚，这才是最快、最顺利拿到钱的通关密码。眼看着农历春节就要到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最讲究团圆的节日，大家都要换新钞、包红包，给晚辈送上满满的祝福和好彩头。俊明真心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过个好年，不要因为不了解这些刚刚实施的新规定，跑了好几家银行都领不到钱，憋了一肚子火，还把过年的好心情都给破坏了。所以我恳请大家一定要把今天这期节目分享给您的家人，特别是平时经常去银行办理业务的父母长辈，提醒他们一句，如果过年之前需要去银行取钱，先检查一下身份证照片是不是太久没换了。如果要取的数额比较大，提前把相关的合同、单据找出来准备好。您多说的这一句提醒，很可能就为他们省去了后面一大堆的麻烦和波折。政策在不断调整，金融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守护自己财富的方法也要跟着与时俱进。在这个诈骗手法日新月异、金融监管日益收紧的时代，只有掌握了最及时、最准确的信息，我们才能真正守住自己的血汗钱，安稳地行使我们应有的权利。我是俊明，我会持续为大家紧盯2026年所有会影响咱们老百姓钱包的新政策、新变动，无论是劳工保险、退休金的调整，还是银行存款贷款规则的变化，只要是和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我都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做深入浅出的解读，帮大家提前看清路，避开坑。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别忘了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重要的资讯更新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愿大家财源广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